怎么，师弟这是有事啊？看来是有位故人想要见我，韩某便先失陪了。师弟有事便先去忙啊。若是有需要师兄出面的，尽管传信。哎呀，吕兄，别担心了，这韩师弟啊，就是去见见故旧，了却因果。他要是想回黄风谷啊，早就回去了，何必等到今日呢？哎呀，走，一切随缘吧。师弟若真是要走，我和程师兄还能绑了他不成？走吧，走吧。你是怎么知道他去干什么的？我知道的，拖着。韩立按约来到一处偏僻茶楼，门口2名筑基期黄衣修士恭候，说师祖已在2楼等候。韩立点头走上楼，整间阁楼空寂无人，2楼只有一人端坐，正是刚刚在议事殿分别的令狐老祖。他正端着清茶细细品味。韩立在他对面坐下，面前早已备好一只青色茶杯。令狐老祖单手一招，茶壶轻飘浮起，斟上半杯，说此处茗茶不错，请先品尝。韩立端起抿了一口，确实比一般茗茶高上一筹，但2人之间那股微妙的氛围远不是茶香能冲淡的。韩立放下茶杯，直接开口说：“阁下约我来，不是只为品茶吧？有什么话直说。”令狐老祖也不再绕弯子，问他愿不愿重回黄风谷担任长老。韩立在令狐老祖对面坐下，目光平静地扫过那张焦黄的面孔。200年过去，这位昔日的黄风谷老祖比当年更显老态，眉宇间那股执掌一宗的威严已然褪去大半，取而代之的是掩饰不住的怒气。令狐老祖没有急着开口，反而慢悠悠地为他斟上半杯茶，说此处茗茶不错，请先品尝。韩立端起抿了一口，确实清冽回甘，但他知道这杯茶不过是一场艰难对话的开场白。片刻沉默后，韩立放下茶杯，说：“阁下约我来，不是只为品茶吧？有什么话直说。”令狐老祖看着他，目光中带着一丝复杂的审视。眼前这个青年曾是他挥手便可舍弃的筑基期棋子，如今却已是他放下身段相求的元婴修士。他不再绕弯子，问韩立愿不愿重回黄风谷担任长老。韩立低头看着杯中茶水，神色不动，没有立刻作答。当年黄风谷败退越国时，令狐老祖为保全核心力量，将他这样的低阶弟子当作诱饵抛给魔道追兵的事，他虽早已不再记恨，却也从未忘记。令狐老祖似乎猜到韩立心中所想，先说当年之事，无论对错他不想多提，只告诉韩立他寿元最多只剩20年，只要韩立肯回去，黄风谷拱手相让。他说这话时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一种垂暮之人放下所有尊严的坦诚，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那个他守了1000年的宗门。韩立抬眼与他对视，摇头说往事他早已不在意，但如今已是落云宗长老，并无改投他们之意。令狐老祖又说落云宗已有2位长老处处受制，哪有独掌大权痛快。韩立淡然笑了笑，说自己加入宗门只为寻一处合适修炼之所，对掌权毫无兴趣。令狐老祖仍不死心，语气急了几分，说黄风谷中还有众多西约同门，若没元婴坐镇，可能一夜之间被灭门。韩立沉默片刻，说灵药材料在落云宗不缺，宗门起落本是平常之事，同门各有造化，他不会过问。这句话语气平淡，却将令狐老祖最后的情面堵了回去。令狐老祖盯着他许久，终于缓缓长叹一声。他清楚韩立的态度不只是谨慎权衡，更多的是对那段过往的淡然割舍。一个不再记恨也不再牵挂的人，远比一个愤怒的人更难打动。令狐老祖沉默许久，转而说若韩立肯答应继承长老之位，他愿意作画后将全部珍藏相赠，语气已不再是劝说，更像是一种恳求。韩立闻言心中一动，但很快冷静下来，接下这个位置就意味着要面对6派与9国盟的复杂局面，更会牵连南宫婉和偃月宗的问题。200年沉浮让他比谁都清楚，天底下没有白拿的馈赠，他沉吟半晌，还是摇头拒绝。令狐老祖脸上终于露出一丝无奈至极的苦笑，说如此条件都不肯答应，看来韩道友是真心不想趟6派的浑水了。他话锋一转，提出另一个折中方案，无需韩立做黄风谷长老，
只以3件重宝换取韩立在有生之年对黄风谷出手相助3次，且限于力所能及范围之内。韩立这次思量片刻后点头应下，令狐老祖当即从腰间取出3样东西放在桌上，显然早已备好。二人对视一眼昔日的妻子与老祖，200年的恩怨，20年的宗门存续，最终都在这一次对视中化作了一个彼此都算满意的结果。韩立收下3宝，留下3面玉盘作为信物后起身告辞。令狐老祖没有挽留，只是坐在原处望着那杯早已凉透的茶，久久未动。韩立走出茶楼时没有回头，对他而言，这一步迈出去，与黄风谷之间的那段旧日纠葛算是彻底画上了句号，既为辜负昔年入门之情，亦为亏欠如今的自己，恩怨两清，各自安好。韩立出了茶楼，取出天极门鲁卫英给的玉简，仔细查探地址，随即穿过大半座城市，在一间挂着玉和轩招牌的杂货铺前停下。铺面不大，卖的都是符箓原料之类的普通货色。柜台后，一名炼气期掌柜起身相迎，韩立将玉简递过，掌柜验明身份后，带他进入后堂。穿过一座仓库般的房间，掌柜触动机关，露出一条斜向下的通道，说里面他没资格进，请前辈自行下去。韩立以神识探查，发现通道深处有禁制遮挡，正犹豫间，对方主动撤去屏障。韩立在探之下，脸上闪过一丝惊讶，他竟然认得里面的人，随即不再迟疑，走入通道。通道深达数十丈，尽头是一间4方石屋，简陋空旷，只有几个蒲团，而蒲团上盘膝坐着2人，一人是白袍老者鲁卫英，另一人面色灰白，双目无神，元气大损的模样，正是当日被追杀的南陇侯。韩立在角落蒲团上坐下，说万万没想到竟是道友找我。南陇侯苦笑，说当日分手后他本已逃脱，却不料被对方在身上下了追踪秘术，在木兰草原边上被追上，幸而遇到一队搜寻他们的高阶法士，趁乱才侥幸逃回。韩立目光落在他灰败的面色上，知道此人元气大伤不轻。南陇侯紧接着解释说，韩道友的处境和他差不了多少，桂林门那几人对苍坤上人进出坠魔谷的路线势在必得，而韩立手中恰好拿着进入坠魔谷的必须之物，他是怕韩立不知深浅遭了暗算才出此下策。鲁卫英在一旁接口说，那东西就是黑色指环2一环中的阴环。韩立听到2一环3字微微一怔，随即猛然想起这是昔年玄黄老人用天外云铁所炼的宝物，平日毫无神通，但遇到北极元光时却能操控元光，杀敌无形，分为阴阳2环，阴环避光，阳环遇光，他手中那枚正是阴环。南陇侯冷静下来解释说，当年苍坤上人正是凭借阴环才穿过谷中的元光之地，全身而退。如今韩立有阴环，他手中有路线图，二者合一才能避过坠魔谷中绝大部分危险。鲁卫英补充说，鬼灵门为此付出极大代价收买同行的探宝修士，对路线志在必得，韩立手中的阴环就是他们的目标。韩立听完默然不语，表面上神色平静，心里却飞快思量着利害得失。进入坠魔谷意味着巨大风险，但也意味着可能的巨大机缘。鬼灵门的威胁迫在眉睫，而南陇侯主动找上门来，显然不只是为了示警。这间地底密室中，3人的呼吸声清晰可闻，一个关乎天南修士生死命运的秘密正缓缓摊开在韩立面前。而这一切的起点，只是那枚看起来毫不起眼的黑色指环。坠魔谷的大门似乎已经在向韩立缓缓打开了。